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那一说起这个太行山啊，我们都知道，它不仅是佛道教修行的秘境，同时呢，又是许多怪异故事的发祥地。比如说像封门村，那在上世纪废弃后呢，便传出过许多闹鬼的传闻。但是像这种明清时代的古建筑啊，却得以很好的保存了下来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去这个太行山的附近啊，去寻找另外一座废弃多年的古村落。据说这里的这个面积和规模啊，比封门村呢还要巨大，但是废弃的房屋里面呢，却感觉仍然有人居住的痕迹。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村落呢？我们就一块儿去一探究竟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村庄，刚才沿途过来啊，路况非常的不好，而且路上有很多的那种大货车啊在施工。不过来到这里以后啊，你看周围群山环绕，特别的漂亮。而村庄呢，就在我的身旁了。你看，它是依山而建，而且全部啊都是这种石头房子。现在还有少数的一些老人家呢，住在马路旁。看上去啊，这个村庄的规模特别的大。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杂物间，这里好像走到一个死胡同了，门都是锁上的。你看这里还有个石门，都倒塌了。走，那边再去看一下。都是四合院。这门都是锁上的。哇，这里没路了。你看这些房子啊，还有石墙，全部都是用石头啊搭建而成。那这一片
古老的建筑啊，给人感觉呢，很有一种粗中带雅，或者说是朴实壮观的视觉冲击感吧。连这种古老的建筑，其实以前呢，我们也看过不少，但每次看到啊，仍然感觉都挺新鲜的。那由于在过去啊，这周围呢四面环山，交通并不是很方便，但却有着丰富的石材。那村民呢就就地取材来修建了石头房子，然后用石头来铺路，还修建各种农作工具。所以在这里面啊，大多数的元素都是石头所修建的。这里也有一个外号，叫做石头村。好古老的木门。锁上的。开了。哇，这里边堆得乱七八糟的，这有颗大缸，地上好多的木材，有木梯，仙桃老人，这还有这个老人曾经的图片，不过看上去啊，眼睛还蛮诡异的。河南日报。1998年，哇，这时间还真是蛮久远的。这里面就是2个炕台，有很多的稻草，以前就睡在这样的稻草上面。你的2楼啊，全部是木质的楼层，这木阶梯啊，就是用几根木头呢把它捆了起来。走，上去看一下。哇塞了，挺高的。哇，这里有好大的一个箱子。你看，这种木箱啊，特别的古老。底下的门是开着的，衣服满柜，估计里面应该是放的衣服啊。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里面是空的。不过这个箱子啊，这是一个老古董。上面还放了好多的木头，很粗大，压在这个屋梁上面。里面的空间和楼下差不多，也就是20几个平米，但是明显上面呢，这个楼层比较的矮，我的头啊都快要触碰到这个横梁了。看一下外面。这里还有窗门，哇哦，风景是不是还不错？上面这里还放了好多的扣子，这真是挺高的。
上来容易，下去难啊。然后有点慢一点，稍等一下。哇，这木梯还是挺结实的。走。 去上面看一下。继续往上走。 这一排明清老建筑，建筑屋顶上面还有一些装饰，都是一些线条的图案。门都是锁上的，看一下里面，开亮一点。是不是和刚才看到的差不多？ 上面是拱券式的窗户，还有一些造型，还挺精美的。坍塌的比较严重啊。 你看，在这个坍塌的2楼啊，现在就只剩下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木桌，而且它的两边呢还有这种像耳朵一样的装饰，看上去是不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？这里还有一个手提包，你看这种包啊，应该是在60、70年代的时候比较常见的了。 非常的不好走，主要是没有一个可以扶的地方。哇哦！我感觉这里特别适合修行。你看，交通啊不是很方便，但是周围啊鸟语花香，森林之间，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，是不是很适合修道或者说是隐居呢？逃离城市那种喧嚣浮躁的生活，来到这里是不是很棒呢？我个人觉得还不错。
刚才进村以后啊，我就能闻到一股很大的花椒的味道，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花椒树？但曾经呢就听闻啊，这个太行山的花椒是很出名的，不是很麻，但是非常的香，做调料哦应该是首选。你看这带刺的植物啊，特别的大，要很小心啊。刚才我就被这个刺啊扎了好几下，而且我穿的这个毛衣啊都扎破洞了。哇，这里好多刺！哎呦！哇，你看这房子旁边啊，突然也有一棵带刺的植物，它的树根上面都是很大的刺。我想这应该就是花椒树吧。哦，你看，果然是花椒啊！这里都已经接上了花椒了，看到了吗？门是锁上的，因为门上面有一个五角星，应该能看得出是那个年代的红星高照啊。这旁边是一个伙房，这应该是一棵石榴树吧？你看这底下的石榴啊，都掉落下来了，没有人采摘啊，都已经干枯了。不过特别的小。你看这底下的村落，这种四合院的结构啊，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，是不是非常的别致？底下好多的带刺的植物。一栋一栋的，很精致。你看，这上面有一个花卉的石雕，对称的，是不是还蛮漂亮的？底下的门是锁上的，这里面好黑呀、木窗，里面都是一些杂乱的物品。这边也是锁上的，你看这门框，看一下里面，能看到有什么吗？你看，这古香古色的小村落啊，它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。上面这清一色的青砖，还有下面的这些大石块呢，让这些建筑变得非常的坚硬，就像是城堡一样，以至于恶劣的天气或者说是糟糕的环境呢，都很难将它们给破坏掉。所以不愧是响当当的石头村。可是如今的这个村落，早已经是人去楼空，很多地方也是杂草丛生，建筑也依然是破旧不堪，缺少人气的村落，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是另外的一番景象了。那你觉得呢？好吧，那这个石头村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现在在河南鹤壁的温坡村，那我的旅行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
在下一集中，阿森将去探寻中国罕见的地下古墓博物馆，这里有着众多朝代的墓葬、精美的壁画与雕刻，在帝王的陵墓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阿森在探寻中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？那这个玄武帝啊，他就躺在这个里面。